我的这个所有的 Pinterest 板上，有4个板子是公开分享的，这4个板子是我在群里边免费做练习用的。它们分别是色彩场景，然后色彩人物，灰度场景以及这个灰度人物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来讲一下我在群里边做这个练习的一些要求啊，一个格式。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统一的一起练，我就不用每个人都说一遍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不要跳步啊，不能跳级，你要量力而行。你像这种，比如说人物很好看啊，我都想做，对吧？然后或者是这个什么，场景都是漂漂图，这个我要做这个，我会建议你先把灰度做了，先做灰度，再做颜色，然后最后做写生。所谓写生就是你照着照片画，用这样的这个顺序去做。如果比如说你开始画灰度，你画了10张，我觉得你可以没有问题，挺准，那你可以跳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不要开大画布。你看这些图，它都是这个小方块、小块图，它都是 thumbnail。如果从一个氛围感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东西已经足够有氛围了。存下来，它肯定不是一个什么几千几万的图啊，它甚至可能不是一个500×500的图啊。所以在做练习的时候，本身你那个时间就要短，把你的这个工作量减少一些，把你的这个难度呢稍微的降低一些，然后同时呢把你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刀刃上啊。比如说这个，就像这张图，就是这个读者一看这张图，马上就会有氛围感，他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他不需要跟你那儿去抠那个细节啊。你比如说什么，你的美总主美让你改张图，咔咔，我要抠细节，这个草要画的很精细什么的，没有啊。尤其是给氛围图做准备的话，一张小稿其实就足够了。所以我这边练习，你不要开大画布啊，你最大500×500就可以了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练习一定要控时啊！你像我这个群里边有整组，整个群都在做这个练习。临摹30分钟啊，写生1个小时，把给你的时间用满，但是绝对不许超时。如果要是超了，这一天的练习不算。给30分钟就用满30分钟啊，这是第三个。然后第四个，你的格式是这样的。的原图在左，原怎么写？原的原图在左，然后你的图在右啊，这个底下没写，你应该标注每10分钟截一次图，所以这是前10分钟，这是第一个10分钟的效果，这是第二个10分钟的效果，这是第三个10分钟的效果啊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格式发，不要发单图，也不要发最终步骤啊，你只发最终步骤。我需要看你每10分钟的时间安排，这样的话我才能去判断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，然后我可以去明白这30分钟里边你是怎么用时的，背后的一些逻辑思路是什么。如果你只给我结果的话，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这是第四点。然后第五点是说，每一天练习不要超过2张图。我也要搁我自己的话，我一天练1张就行了。这里边肯定有人问说，那为什么一天只给做2张图？因为你没有别的事要做吗？你比如说脱产啊，跟家待着，你要做练习，你除了画画以外，你还有别的练习要做呀。东西收集的练习你做不做呀？啊，观察的练习你做不做呀？分析的练习你做不做呀？这我在课上面说12字：观察、分析、总结、尝试、验证、调整。画是尝试，它只是6个步骤的其中一个步骤啊！就不要以为就我要当一个画家，我要当一个什么画师什么的，我每天的工作量就是电脑前面画，跟着摸一张图。练习是说你要把各方面的练习全都做了，一天2张临摹或者是写生足够了啊，多了呢你自己也吸收不了。这是第5个，然后第6个。你这个每30张图反馈1次，所以呢，你们在做这个标注的时候，像刚才那个同学，就是他的那个画底下写着他的号数，看这个就写了
这画了多少张啊？画了36张。啊，我是说每一种练习做100张啊，你比如说灰度练习做100张，然后这个细色练习做100张，变色练习做100张啊，然后写生做100张啊，所以把你的这个号呢给记下来，每张图都留着。最后一个点就是在你那个群里边发图的时候，不要把你的工作文件发上来啊，不要发大图，你直接做个截图就可以了，复制粘贴就足够了啊。别那个每次看到就是上传了一个几十兆的文件，实在是没有必要，就是一个练习而已啊。所以这是我这个群里边练习的一个格式和要求啊。有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群，我们1群已经满了，现在那个这个码里边是2群，然后咱们大家把这个练习呢做起来。练习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平常小量的这个积累啊，要不断的做着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退群啊，这个其实很正常，退的很多，进的也很多。然后，但是他的笑点是他在退群的时候还改了名字，特意的改了名字，改成了你们纯浪费时间，无效临摹，已退群，超逗。练习这个东西啊，你练肯定就有效果啊。你要是有计划的、有科学的啊、有方法的去练呢，不光有效果，而且你那个还很有效率啊。我自己本身我是3D 的背景，我就没画过画。我第一次画动笔应该这是什么时候？17年，是做的写生，场景的练习，也是小稿的练习也做过啊。然后这个圆头笔啊，你看之前我说那个画布不要开太大，你看这种小稿非常好的小稿，你扩大了以后就这么大，像素其实是很低的啊，但是呢小稿的感觉看起来就很不错。这个具体的练习的方法啊，怎么计划啊，然后怎么去观察自己是如何进步的，去对自己的这个进步这个 progress 做记录这样的内容呢，我也会单拿出来一个甚至几个视频来讲，就是练习背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啊，以及原理啊什么的。这些东西都是很老的，这哪一年呀？2021年啊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了。但这些东西都是圆头笔的小稿。我的这4个板子啊，我会分别录一个视频，去讲解每一个板子应该怎么用。还有就是我的这个练习为什么这么练啊？我为什么要有一个30分钟，而不是 take forever 啊？然后为什么是500×500？它背后的一些道理啊，我会单拿出一个视频来给讲清楚。那今天呢，就是主要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练习的大概的内容以及格式啊。那有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这个点赞关注，然后那个加群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